Hello，大家好，我是六花洛卡，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这里是六花堂，今天为大家选读的题目是月运注意报。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一个月，你需要注意什么事情，还有你有没有发生什么好事呢？为大家准备4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马的卡牌和香菇形状的抹茶巧克力饼干。第二个选项是你的卡牌和无尾熊形状的草莓巧克力饼干。第三个选项是乔的卡牌和无尾熊形状的黑巧克力饼干。第4个选项是筷子卡牌和笋子形状的黑巧克力饼干。请大家用直觉选择一张卡牌或是一种点心。如果你有2种以上都觉得很在意的朋友，也可以都听听看哦。那我们就开始吧。OK， 我们先来看第一组，选择马的卡牌和香菇形状抹茶巧克力饼干的朋友，你接下来的一个月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或者会发生什么好事呢？我们来看看哦。我们再出个神谕卡，雷诺曼卡。
OK， 好，那我们来解牌吧。先来看一下这个位置。我会觉得你可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面会有机会，例如说出差，或是可能派遣到外地，或是可能有出国的一个机会，例如游学、留学的机会。那需要注意的点是，我会觉得你有一些细项目，就是一些细节或是一些资讯，你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清楚。所以，这一点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就是你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准备好这趟旅行，或是这一件出国的事情。那会希望你能够再多一点的去了解，例如说国外的一个状况，或者是了解接下来的一些手续。或者是可能住宿方面有没有好好的处理好之类的，就是先把它好好的了解一下。那如果是这个月才开始有这个机会的，我觉得这个月才可能被上司说，就是可能接下来要出差啊或什么的，或者是才有这个想法要出国留学的，那我会觉得你就差不多可以从这个月开始可以开始准备咯。那当你准备好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出去的时机了。因为现在你还没有准备好，就觉得还没有准备好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哦，看一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我会觉得是可能，例如说，可能有人要给你挖角，就是接下来的一个月，你有可能会被挖角，或者是你可能要面临一些重大的一个选择。那如果是被挖角的话呢，我觉得是因为你真的能力很够，所以你才会被挖角。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我会觉得其实你就去了。我们这边这个位置其实有讲到，如果在工作上，如果你遇到了一个选择分歧，那因为你的能力是够的，你是被挖角的，那我觉得其实你这个地方你已经没有办法学习到一些什么新的东西了，或是可能有更好的一个薪水，那我觉得你就是可以准备，可以过去了。那一样就是你可能会需要准备这样子。然后需要多一点的调查。那如果你是遇到一些人生上面的选择，或者是例如说可能你有想要跳槽，或是有想要换一个业界，或是选科系之类的，或是一些人生的计划 anyway， 那我会觉得你可能可以思考一下，当你迷失方向的时候，哪一边比较可以让你充满热忱、热情的走下去？就是你的热情可以持续久一点的那一边会比较好。然后再来就是，可以让你发挥你的才能，或是你之前过往的一个经验的那一边会比较好。OK 吼，好。那再来就是，我会觉得你可能在这个月，就是接下来的一个月，有可能会遇到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或是困难障碍。那我会希望就是你多用，就是这个困难这个障碍，它其实可以度过的啦，是可以平安度过的。但是你不可以就是用硬碰硬的一个方式去面对它，或是你遇到这个问题就开始焦躁，然后开始发火生气，那都是不行的。你要怎么解决呢？你要带着爱与梦想，还有就是包容心，还有就是良好的沟通去面对这个问题，面对这个困难，会好好的度过，你可以放心。会有贵人出现，这边有一只鹿，有没有？这个鹿它会引领你走平顺的路，越过这座山。那这个路你要怎么把它召唤过来？就是你必须要带着良好的沟通，然后诚意、
爱与梦想、体贴、包容心去面对这个问题。OK， 好。那再来就是，如果你内心有一些就是想也想不透，你在烦恼什么啊？就是你知道，就是倒吊男，他就是倒吊了，把自己倒吊在那里之后，然后又反着，然后又逆位，就是你想了又想，想了想不通的一个牌面哦。那我会觉得，如果你自己都知道你想不通，你想了很久，这个东西都没有办法有解决，那请你就不要想了。就是你用你心里面就把它，就是先把它盖起来，或者先放旁边。你先不要去想这些有的没的，那就代表你现在不适合解决它，你现在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问题，或是你没有办法去解决你现在内心中的一些疑惑或者什么的。那也不是叫你把它丢掉，或者是逃避，而是你先把它给盖起来，然后先放旁边，先放着而已，这样可以吗？会比较好哦。我觉得你可能遇到一些困难麻烦，而且有可能是跟一些选择有关。好，那再来这个位置呢，我要稍微讲一下哦，就是你要小心接下来一个月你有小人，就是你要小心有小人会羡慕嫉妒恨你这样子，然后会可能在背后讲你坏话，或是后面给你捅一刀之类的。OK， 那通常引发他的羡慕嫉妒恨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当你跟其他人很开心很 happy 的时候，他就会出现，所以你要小心哦。就是他看你跟别人在那里很开心唱歌，然后吃吃喝喝，然后你看到你很多朋友，他就觉得不高兴，他就会在默默在后面就是偷咬你一口之类的，所以你可能要特别小心。OK， 那再来就是如果是感情上面的话，你可能要特别小心，就是当你可能例如说跟你的朋友，或者是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都好，就是出去玩乐吃喝玩乐的时候，是不是有好好的联络，或是顾虑到可能对方的家人，特别是妈妈或者是姐妹之类的，就是你可能会太忽略，你们两个可能都太忽略彼此的可能女性的家人。对，因为这张 snake 它本身是比较代表女性的家人，所以你可能要特别小心，就是例如说有没有都忘了报备啦，或者是说就是玩得太忘我了，那可能造成家人就觉得不知道你在干嘛，或是可能你都一直在吃吃喝喝玩乐，那是不是忘了家人叮咛你的一些事呢？你要小心哦，就是会被反噬。OK 齁，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两个位置可以一起说，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月就是遇到了一个收支平衡上面的一个状况，就是例如说可能钱不够用，那或者是说可能身心灵上面没有办法取得良好的平衡，就例如说可能真的就是觉得心累啊，或者是比较有忧郁的一个状况出现的话，那我会觉得是说，第一就是我觉得你要尽量多跟你能够信任的人聊天联络。那再来就是我会觉得其实周遭的人都会给你帮助，而且他们都会很乐意的去听你说话，或者是陪伴你，所以就是不用太把自己一个人关着这样子就是可以多跟周遭的人沟通啊、聊天啊，我觉得都很好。那旁边的人呢，也都会协助你，也就是都会陪伴你，就不用太担心。那所以出现
这两组就是这两个位置这样子的一个牌象，我会觉得接下来的一个月可能会有些事情让你觉得蛮忧郁的，然后觉得蛮不开心的，或是可能会有一些事情让你失去平衡。那钱的事情呢，我觉得其实你也是沟通，就是例如说可能提早，例如说可能跟家人讨论该怎么办，或者是说可能你有去先提了，搞不好就可以先预支零用钱或者是说你有沟通了，就可以得到一些祝福，然后可以得到一些帮助，这样子 OK 吗？好，那记得要找人，就是要说，要提早要说，要好好的表明自己的一个想法，不然的话，其实真的别人都不知道，要帮都没得帮，好吗？那再来就是我们来讲 key card 好了。这马的牌呢，其实在这个神谕牌组里面，它本身是一个你接下来要前往你的人生目标或前往你的一个目的地，一个过程，就是刚好你现在时机到了，就他告诉你你的时机已经到了。那我会觉得你先用1个月的时间，或是你就是反正就是从现在开始，你就开始准备，就先着手计划，那一切会很顺利。这个马它之后变成龙，对对对，就是它会变龙这样子，就是它会飞天这样子。所以现在你的时机到了，马开始奔跑了，开始助跑，开始跑了，风也开始吹了。那你接下来可以开始计划你要做的事情。你可能现在是在一个分歧点选择的一个分岔路前面，那我会觉得你好的方向，好的时机已经来临了，你应该开始要转换，开始动起来了。那有什么想要实现的一些梦想，例如说想要去美国留学啦，或是想要去试试你自己梦寐以求的一个工作，那我觉得你就是去做做看，就是去挑战看看，去计划，去理解要怎么样子去完成你的梦想跟目标我觉得还不错，但就是我会认为说，就是如果身心灵上真的有出现一些状况，那请你要记得跟旁边的人沟通，多聊天，那大家都很乐意的陪伴你，很乐意的给你建议。那再来就是，如果钱不够，你也要提早先跟周遭的人问，或者是说，看可不可以先预支，或是要怎么样子，可能对方很乐意的帮你解决。那有些事情想不通就不要想了 ，OK 吗？那再来就是，如果遇到了困难难题，请你抱持着宽容的心、体贴的心，好好的沟通去面对它。那如果你有一些外出的一些计划打算，请你一定要先把事情给调查清楚，然后先去好好的理解哪个步骤自己是不是还没有做好之类的就会更顺利。那遇到了分歧点，请你想一下哪一条路，哪一个方向是比较符合你能够长久的、持续的付出你的热情，并且能够好好的善用你的一技之长，或者是你的经验的一条路。那如果已经有决定要离职离开的，那我觉得你就离开了，因为下一个工作会更适合你，和下一个领域，可能下一个工作领域会更适合你。那接下来就是还是特别要小心小人就是当你在吃吃喝喝很开心的时候，就担心有人会眼红，不是脸红，眼红。那可能就是背后捅你一刀啊，就是讲你坏话之类的，就特别的小心那羡慕嫉妒恨，特别是女性要特别小心，这个小人比较大的概率是女性。那再来就是，如果是
有关于家人的话，就要小心你自己在吃喝玩乐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忘记家人的一些嘱托嘱咐，或者是不是有，例如说可能没有报备的一些状况出现，那可以经过调整去化解掉。OK，那第一组的月运，那我们第一组的月运，解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OK，我们来到第二组，选择你的卡牌和无尾熊形状的草莓巧克力饼干朋友，接下来的一个月，你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好事，或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来看看哦。OK，我们开始解牌吧。我们先来看这个位置哦，这是宝剑4正的跟孩子的卡牌。那这两张牌的组合呢，我会认为你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必须要特别小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宝剑4，我们除了有休息或者是停滞不前的意思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有可能会有生病或身体容易出状况。那又出现小孩子的牌，我会觉得是说，可能你在吃东西饮食上面，或是生活作息上面，有一点太不规律，就是没有想很多，就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想要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那其实这样子其实会蛮容易造成你的身体会出状况。那
特别在这个月，就是接下来这个月的时间，30天、31天左右，请你要特别小心，好吗？不要太随意、太自由的去生活，很容易生病哦，要小心哦，好吗？那再来，我觉得，选择这一组的朋友，很大的主题是有关于自己，就是自己，因为我们的 key card 是自己，那这个我们留到最后再说。那这边的个牌组呢，这个牌面呢，它是钱币8跟Lady 的卡牌。那 Lady 我们之前说过了，Lady 其实就是指你自己，无论男女哦，就是卜算者自己，代表自己的牌。那出现这两张牌，我会认为你可能在接下来的这一个月，你会很需要的是让自己多学习、多钻研、多努力一些可能技术，或者是我觉得你可能自己想一下，你有哪里不足，在不只是工作上或课业上。你可能会需要更多的。你看它的卡片是有点已经转超过了，有没有？就是原本正是这样的，对不对？那转，它已经转到快要倒着，代表我觉得你应该是还有没有好好学习，没有好好的努力的一些地方。那我会觉得你自己好好的先想一下，你还有哪些东西，还有哪些的例如说技术或者是学习的部分可以再更加强的。那趁着这个月你有把这个目标给 clear 的话，那你下个月就很好。所以请你要珍惜这个月，把自己再多让自己再更进步一点，然后多学习一些东西，或是多钻研一些更深入的去探讨一些自己可能还不是那么会的，不是那么好的一些能力，或者是一些例如说实务上的一些经验之类的。 OK， 好，那再来呢，我觉得你可能是一个不是很喜欢动的人嘞，就是这个位置哦，跟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其实全部都是在讲说你要动起来，就是你要往外走，就是往外去例如说可能去认识人，或者是多外出，不要只是窝在家里，或者是窝在一般每天就上班，然后家里公司家里或者是学校家里这样，就是你必须要多去做一些挑战，或者是去多出去外面踏青，多出去外面玩。那有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不用想这么多，你就直接去做了，就用冲的就对了。如果你有行动力，你有整个把行动力给拉高，你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先不要想这么多的话，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成功跟幸运哦。OK 吗？请你一定要有所行动，动起来。那有想做的事情，不用想太多就去做。然后有一些事情想要做决断的，例如说就是断舍离的，也请你马上不用想太多，就是去做就对了。那会给你带来幸运，也会给你带来成功。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出去外面会给你带来一些好的消息或好的事情，所以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牌面它的一个 push 你去动的那个力量都是很大的，就是已经一般人其实只要正向就可以了，可是它是已经赚到超过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会觉得你要
真的是鼓起12万分的勇气跟动力去行动的一个人。那我觉得一点点也好啦，你就先不要想这么多，试着先去行动看看，会有大大的改变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是审判还没有转正。那我会觉得就是说，这分2个层面去讲。如果我觉得可能在你接下来这个月感情上，或者是可能某一件工作、某个 project， 或是某一件事情，它可能还没有很明确，它可能还没有例如说你可能会觉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顺利，但是呢，我觉得你这个月不要太烦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之后应该会有好的消息会得到宇宙的祝福，所以你不用太担心。那现在他没有办法复活或重生，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子一个新的想法，我觉得都没有关系。我觉得你再等等。那我觉得这个月之内，你应该会慢慢的，可能接近下旬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开始得到一些新的启发，或是会突然想到有什么灵光一闪的感觉。那或者是如果感情没有办法顺利进展，或者是例如说想要复合没有办法复合的，那我会认为在下旬会有一个很好的消息，或是可能会有人从旁协助你。所以不用担心，我觉得是会有好事情，就是现在还没有决断，现在还没有能够确认的一些事情，还没有被宣布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你再等等，会有好消息的。OK， 那再来就是这一张也是要叫你动起来耶，就是你要打破我觉得你要打破一下你的一个现在的一个你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规律，或者是打破一个你现在的一个自己的这个思维。那如果你打破了的话，就是你把你的自己现在的一个舒适圈，你走出舒适圈，你可能打破你原本的思维，或者是你可能就是好吧，就是人生就拼这么一次之类的，就是让自己有所行动的话，你真的会很好诶，你会得到很多的可能财富，或者是会过得比现在开心很多很多很多，还有会有很多的幸运，然后很多的成功在等着你哦。所以请你一定要记得开始改变自己，动起来，有所行动，好吗？那再来这是钱币3和The House。那我会觉得我会觉得你在这个月，我会觉得你会比较把工作的事情，工作的一些时间，你会把它比较多分到家里去，或是比较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那或者是说，我觉得其实你工作可能会有点小倦怠感，就是你可能会比较想要多一点的时间待在家里。那我个人会觉得，其实这样并没有不好，因为只是说应该说就是工作，如果你真的觉得太疲累了，或是你真的已经有点超乎你的工作能力的一个负担的话，那我会觉得你就是先好好的休息休养，
但休养不代表是说你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我会觉得你可能在家多休养的时候，你可以例如说可能可以多进修啦，或者是说跟公司请个假，那出去走一走，出去小小的找一个小小的小确幸，或者是例如说你很久就想要去做的一些事情，你就去执行，就去做，那我觉得会给你带来很好的影响。就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比较多是你要回归自己，然后打破你原本的一个生活模式，你的舒适圈，你的一个固有的一个思维，然后让自己行动，然后断舍离，然后呢，再就是要多进修，让自己的知识或是自己的一些技术能够更开阔一点，更多一点。然后有一些还没有决断的事情，我觉得你就先放着，那之后会来的，之后会有好消息来的。那再来就是身体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要太，也不是任性啦，就是太随着自己的高兴，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也没有在顾虑营养健康的，这样是不行的，会很容易在这个月你的身体会出状况，要很小心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 key card。这 key card 它其实代表意思是说，我觉得你可能可以多善待你自己。我说的善待自己，并不是说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而是我觉得你真正的好好的对自己这个人自己负责任，然后好好的去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好好的去照顾你自己的身心灵，然后去做一些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好的一些事情，这很重要。那还有就是可能多尊重自己，就我们必须要爱自己，才能够得到别人的疼爱嘛。那我会觉得你可能，例如说有时候可能你过于谦虚了，或是有时候你过于把自己给压缩了。那或者是例如说可能很没自信或之类的，但我觉得那个都是太过于压缩自己，太过于贬低自己。其实你可以多尊重你自己，多把自己的地位或者是自己的位置稍微提高，不需要有时候讲话太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这样子。然后也可以多相信自己，你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你有能力可以去达成很多的事情。OK 吗？好，那如果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好好的把自己的一些，例如说就是行动力拿出来，或者是打破你现在的一个舒适圈，你往外走，还有就是多保持进修，就是可能每天念一点英文啊都好，这样子。我觉得会是非常好的。你接下来这个月，我觉得你会是很开心，然后可以到处跑，然后甚至有时候可以赚到比之前更多的钱，而且可以迎来成功，或是很多人会很喜欢你，很支持你。OK，好，那我们第二组的朋友解说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我们来到第三组，选择乔的卡牌和无尾熊形状的黑巧克力饼干。这一组的朋友，接下来的一个月，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或者是会发生什么好事呢？我们来看看哦。
OK，我们来解牌吧。先来看看，整体而言，我会觉得这一组的朋友比较大的一个成分是在讲感情，就是你可能在接下来的这个月，可能感情上面会比较失去一个平衡的感觉。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这是塔，然后跟十字架的一个牌。我觉得你在这个月有可能有一些因果可能会出现哦，你自己可能要小心。例如说，可能累积很久，就是吃饭没有吃得很好，或者是生活作息不规律，那就有可能会被健康逆袭。那或者是例如说，可能工作之前可能一直都有点偷工减料的哦，那有可能之后就被发现。那或者是可能单纯就是之前可能没有处理好的感情，没有处理好的一些事情，它回来了。这可能，我来出张牌看看好了，是什么事件呢？The Fool。OK，那方向就比较能够特定，就是应该是你之前有一些事情没有想得很清楚，就是去做了，包括感情，包括工作，就是可能没有想很多，然后你就行动了，然后你就事情在这个月突然之间可能被大家众所周知，或者是开始出问题了，那你就要特别小心哦。那你从看到这个影片一直到这个月过完，我觉得都是个机会。你如果有想到有可以弥补，或是赶快可以修改调整的部分，或是先提前把这个状况问题先提出来，然后赶快解决的话，这个这个灾难这个问题就应该就是可以消失，就是可以被你解决掉。那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啦，就是有可能你会遇到一个让你真的超级喜欢的一个人，就让你喜欢到你可以不顾一切的，就是奔向他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月选择第三组的朋友感情线其实也可以期待，只是我看其他的部分，我觉得会有一点，感情的部分可能会有点混乱。我们等一下一起再一起讲。我先把其他部分讲完。OK，我们来看一下哦。先讲这个位置好了。Book 跟战车，我会觉得，如果是在学业上，或是在你的进修上面，你要努力的人，你这个月很适合冲刺，OK，很适合读书，很适合好好的进修，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但是呢，综合我们刚才讲的感情的这个部分啊，如果你在这个月，或是你现在可能就是刚好已经有邂逅了一个人，那我觉得你先不要不顾一切的奔向他哦，因为我觉得你可能行动太快，变得会有点像是地下恋情那一种，就是没有办法让大家知道你们两个在交往的那一种。那这种状况就不是很好，所以我会觉得您就可能，例如说，感情的部分就要特别小心，是不是有点冲太快了？或者是你明知道这个感情是不可以碰的，是世俗上面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一般的一个道德标准没有办法接受的一段感情，你还是直接就冲了，那你就要小心。OK，那接下来，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位置好了。那这一副那个雷诺曼牌，它比较特别的是，它其实是有男主角跟男配角的，也就是说，男主角就是你的本命，也就是你现在的男朋友、现在的可能女朋友、现在的老公，就是现在的另外一半。虽然他是男生但他是代表着你的另外一半那或者是你现在主要追求的一个目标。那这个呢，这个人呢，就是除了这个你自己的本命之外，还喜欢你的朋友或是男生的朋友。那我会觉得你真的会遇到一个你很喜欢的人，然后你会失去分寸欸，你会整个晕车欸，我会觉得你要稍微小心哦，因为我在想出现这个书有可能这个人他搞不好其实是已经是有人的人，或者是他有一些什么事情没有解决，你要特别小心哦，不要整个就陷下去了。那另外这个你的另外一个追求者，或是你的男生的一些朋友们，可能劝你，如果是男生的朋友啦，或是就是可能就异性的朋友，可能就劝到最后都觉得对你没耐心了，这点你要小心哦。就是大家会觉得很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你要冲这么快？为什么你会那么喜欢他？然后甚至还没有足够了解他，你就冲，就是爆冲这样子。那如果你现在是有一段关系的话，那你如果已经不喜欢现在你身边的那个人了，不论男女哦，就代表那个人。那我会觉得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个沟通跟关系是真的超级不好的。就在这个月，就在接下来的这个月的期间，你们的关系可能会遭到一个极点。然后他可能会蛮多的一个言语暴力或是一个冷暴力，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尽量跟他敬而远之这样子 OK 吗？好，那我会觉得这两个真的是有点关系的，因为你看他是pair，可是他一个正一个反，所以我在想，如果你现在真的有一个关系，现在有存在一个关系，那我们先不管这个新的人，这个我们就把它当作是新的人。如果有一个已经存在的关系，不管是你的现在的老公老婆、现在的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是你现在追逐的一个之前呢，算是之前已经有交往的一个关系目标，我觉得你在这个月会对他真的爱莫大于心死欸。然后我会觉得你就不要再付出你的爱了，因为不值得。就是你不用再想要跟他，例如说沟通，不要想要跟他分享一些事情啊，然后或者是照顾他啦，为他着想，为他体贴，这些都不要了。你可以就是把这些东西都葬送掉，没关系，就是把它埋了，好吗？我觉得没有必要。那，再来就是我想想哦，那因为这几个真的是比较就是感情线的感觉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那我会觉得重点就在于说，我觉得你要去奋斗，就是你要去 fight，然后要去找那个钥匙。就是我觉得这个钥匙很特别，就是你要努力的去了解这个人，你要努力的去，也不能说偷看啦，就是你要努力的去了解，然后去
旁敲侧击的去了解这个人他到底是怎么样。然后甚至我觉得你会需要一个奋斗的感觉，就是努力的去了解他。在你陷下去之前，你要赶快努力的了解他，你不要整个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傻傻就陷下去了。我觉得这个书的感觉会是，也有可能是，就是感情诈骗，或者是可能他真的是已经是有老公老婆，有男朋友有女朋友了，然后或者是他有很多一些不好的秘密，其实你要好好的去了解，就负债啊干嘛也有可能哦，就是各种可能，就你自己要小心哦，感情上要小心。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是你现在存有的一段关系的话，就是除了你把你自己的善良给收起来之外，我觉得你要努力的去跟这个人对抗。而且我觉得你会觉得就是好像没有什么人帮你，就是你一个人挑战很多人的感觉。那但是我觉得你就是必须要就是站起来去跟他奋斗了，去跟他对抗，去 fight。OK， 好，就这个月，我觉得你很适合就直接就是跟他对抗了。那再来就是，嗯，再来就是，真的，你如果打破你现在原本有的一个状况啦，就是你把现在这个关系给断舍离了，你会非常的好哦。我觉得太阳是一个心想事成的牌，那 The World，世界是倒着，所以代表说你现在要突破你的一个状态，你要突破你的一个有点像是被关在被锁在这个人的旁边，你要去突破，你就会非常的好，而且所有的事情就会变得很顺。那再来就是这个，我觉得比较倾向于可能工作的部分哦，就是魔杖国王跟熊的牌，那我会觉得就是你可能。我会觉得是这样，就是第一点就是我会觉得你在对于你的工作上面，我会觉得你应该要多思考，多去想，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对这个工作负责任。就我觉得你可能，也许就是外面杂音很多，噪音很多，所以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工作，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赚钱之类的。但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太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会认为你可能要先思考一下，你是不是在这些复杂的感情线之外，你要好好的，呃，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任，或者是好好的思考一下，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能够经济的层面比较富裕一点，比较能够不用那么多的担心。嗯，那再来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你在工作的时候啊，有时候啦，我觉得你其实就真的是混一口饭吃，你不要一直把工作就是当成什么一定要人生的梦想、人生的理想或什么，就是有时候兴趣跟就是要去赚一碗饭的钱，其实真的分开会人生会过得比较顺，因为我觉得这两张放在一起有可能就是你比较会把自己的理想跟什么的，好像就是跟你的工作赚钱放在一起。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要把它分开来，会比较好一点。不是所有的人的兴趣，所有人的专长都很适合，或是天赋很适合，都可以让你赚到大钱的，OK 吗？所以有时候你可能稍微要跳脱一下啦。OK，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key card。这 key card 是桥，那
我会觉得就是你现在是从桥的这一端要走到另外一端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感情可能你接下来这个月会有一个过渡期，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阶段，就是你现在在这个地方，你已经看过很多东西，你看过一切了。那你的人生是时候该往下一个领域、下一个阶段去了。所以我觉得你真的要努力的打破你自己原本的一个现有的一个舒适的状态，然后好好的去 fight，好好的去努力，无论是感情或是工作这样子。那工作我觉得你就是把它切割开来，就是兴趣是兴趣，赚钱是赚钱这样子，那就把它切割开来。那再来就是，如果你有遇到一个新的人，或是你有一个新的一个恋爱的契机，请你一定要 hold on，你一定要先把自己给抓住，你不要让自己整个冲太快。然后要记得，我觉得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冤亲债主这样子。OK， 这人很有可能是冤亲债主，因为有出现十字架，然后又天雷勾动地火，这样就很可怕啊。所以，我会觉得你可能稍微要拉住自己，不要冲太快。那你现在的身边的那个人，或是你已经存在一个关系，或是可能过去了，他还在纠缠你的，你就完全收起，请你完全收起你的善良，然后，不要再接受他的一个可能冷暴力或言语暴力，或者是一个情勒之类的，OK 吗？好，那如果在如果是你在接下来这个月，就是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的身体状况好一点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多做一些伸展。就例如说可能瑜伽啦，或是也不用到瑜伽，就是例如说可能拉筋啊，稍微伸展一下身体啊，可能对你的身体状况都会是一个好的影响。OK，好，那这一组的朋友，我们的解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我们来到第四组，选择筷子和笋子形状的黑巧克力饼干的朋友，接下来的一个月，你们会发生什么好事，或是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来看看吧。
OK，我们开始解牌吧。首先我要讲的是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选择这个选项的朋友，我会有点担心你可能工作上有点过度劳累，就是你有点太努力太拼，然后我觉得会导致你可能就是会容易生病。我们其实在其他选项也有看到就是生病的牌。那我不知道也许你可能跟另外那个选项就有点可能不知道选哪一个这样子，有可能因为有共通的一个能量在。那我会觉得你要小心自己不要过劳，然后过度工作，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弄坏了。OK， 这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因为出现宝剑四通常真的就是会生病这样子。那再来，我们要来讲的是，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两个位置好了。这两个位置呢，我会觉得是有关于是感情的部分。那这样说好了，如果你现在有存在一段关系的话，如果有的话，那我会觉得，如果你已经不喜欢现在身边的这个人了，或者是说你跟他之间有点没有办法好好沟通，那我会认为你可能应该要先把现在身边的这个人的关系先理清，先整理一下，然后再开始新的人。因为我觉得这边已经有迹象，就是你有可能已经心里面有装着另外一个人。那你们可能平常是用就是 mail 或者是可能讯息联络这样子，就是比较不是真的实际上天天见面，而是用 mail 去联络。那这个是你现在原本你的一个身边的那个人。那我会觉得你们现在有约定吗？就是你们现在有一个就是已经确定两个人是在一起的，然后目前的状态是在一起，或是目前的状况是一个结婚状态。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可能要先处理掉，就是你可能在这个月你会开始思考这个人你是不是真的该断舍离了。但我觉得其实应该还没有那么快你可以下决断。就看这个牌面而言，我觉得你应该还没有下决断，你只是开始意识到你真的该对现在的这个身边这个人断舍离，然后我觉得你的心已经慢慢的接近另外一个人了。OK， 好，我们继续讲下去哈。然后，所以你看，就是两个人，你一直在取得平衡，想要取得平衡，然后而且你会有一点担心，就是被发现，所以可能你自己要特别小心。就是我会觉得比较起小心，小心也是啦，但是我还是会有给你一个就是一个提醒，就是真的就是没有不透风的墙。那我觉得你先自己好好的去思考吧。那现在这个人身边这个人，如果他真的不合适，那你要怎么样子去处理？那是不是真的这个新的人值得你去断舍离你现在
的这个关系，因为其实一段关系去舍弃掉，其实它会很多东西都不见的哦，就不只是一个人而已，有时候可能是整个家族会有一些变动状况，那有可能有一些经济上面的损失之类种种，那我觉得你好好思考你自己，那再来就是我们看到一座山，好，那这座山我们在其他选项也有出现，就是一个困难障碍的一张牌。那这个组合真的就是又跟我们另外一个选项的组合是一样的哦。另外一个选项里面也有出现一个山跟一个圣杯骑士。那我会认为就是你可以，如果你现在有个问题，现在有个困难，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感情上面的状态，或者是可能工作上面的状态都好，那我会认为就是你自己要带着你的体贴，然后还有就是好好的沟通，然后真诚的去面对这个困难。这个杯子里面装的是爱和梦想，所以你一定就是要能够好好的沟通，然后用你的爱、关心、体贴，还有带着梦去面对你遇到的一个难关。OK， 好，那这个 lady 是你自己啦。那后面是钱币5倒着，那我会觉得说，也许可能因为这个人，的出现，可能让你内心比较不孤单。那我觉得这段感情的开始，有可能是从这个月开始，也有可能之前开始就已经宇宙就开始帮你铺路了。那其实我看你工作就是很辛苦很累，看得出来，所以我觉得对你而言，这个人他也许就是一个慰藉啦，就是个疗愈啦。我们来看一下宇宙支不支持你跟这个人继续好不好？等我一下，我抽个牌。OK， 不好意思，刚才稍微中断一下，我回来了。那刚才我有出了一张倒吊男的牌在这个位置哦，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人我会觉得你们可能没有这么快，至少不会在这个月里面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那我自己也觉得，我会觉得你自己也在思考，在考虑到底你们两个接下来应该说你的感情该怎么样子的去进展，这样子，我会觉得可能还要花一些时间你自己去消化、去理清这样子。那我会认为就是其实我觉得重点就在于说，可能在感情上，我觉得你有可能会有点太贪心，就是我觉得你的重点就是在于说你要放手，你要放掉什么，你要断舍离什么吧。如果你现在的这个关系没有说真的你自己觉得很满意，你没有觉得很好的话，那我觉得我觉得这2段关系你要分开看。他如果不够好，我觉得我们就断舍离。那这一边如果够好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是把它给当做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正缘，那就好好的去追求，好好的去面对，这样子，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啦。那来看一下我们的 key card，
我们 key card 是筷子的牌哦，蛮奇特的。那筷子的牌，它其实有点像，它其实有点是在说，就是我们经过筷子，然后送到嘴巴里面的东西，都会成为营养，都会成为我们的力量。那我会觉得是说，之前的关系，就算它如果不顺遂、不好，那其实我觉得也无所谓。就是你就把它当做是一个之前的经验值，那可以让你再往上提升。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就是不论我们遇见的好与坏，不论我们吃的好或者是不好，其实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我们身体的某一个，就我们身体的某一部分。那我会觉得，其实有时候你不要太执着，或是太不肯放，抓着不肯放，因为我觉得那样只会苦了你自己，也苦了对方。这样子 ，OK 吗？好，那我们这一组选择第4组的朋友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OK，我们今天的4个选项的导读都结束咯，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六花 Loca。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欢迎帮我按赞、分享，或者是留言给我哦。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要开心哦。